どうぞ。嗨，はい、こちらがリビングです。どうぞ。ようこそ。在日常不过的日本人住家，太太在厨房有条不紊冲着迎宾咖啡。不同的是，屋里其他人紧盯着电视跑马快讯，因为我们到访前几个小时，福岛发生5级地震。地震でね、揺れてね。怖い。でもまあ慣れっこだね。福島県はね、慣れました。轻松但谨慎。虽然本田先生口中摇来摇去的柜子还在客厅，但比较矮小的柜子里头的易碎瓷器已经换成娃娃收藏。跟台湾同处环太平洋地震带的日本，地牛翻身有多频繁？日本气象厅记录，2011年大小地震高达4212次，之后的11年，平均1年2到300次。はい、うちには防災グッズ置いてます。給水パック、水を入れる。放在本田先生家客厅的是阳春版的防灾包，拿起来不到2公斤的重量，连小朋友都能带着跑。外观救护十字相当显眼，细看内容物，手电筒、碗盘、雨衣、压缩水袋，而后款的手套、拖鞋则是逃生时遇到满地瓦砾玻璃，防止割伤用的。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。豪华版的防灾包在基础用品之外，多了折叠安全帽、简易外伤药品，还有多功能破坏工具组，重量不超过5公斤，便携才是逃生重点。震災では水道が止まったんで、常にお風呂には水を抜かないで溜めておくようにしてます。体验过缺水有多不方便，本田先生家总是半满的浴缸水，是防患于未然。日本人忧患意识这么强，正是一次次惨痛教訓演變而来。特別なことっていうのはないですけど、やっぱり防災に対しての心構えっていうんですか。全部リュックサックにね、全部用品を全部詰めて、そしてうちに置いておく。そしてそれがなんていうのかしら、ほら。地震恐怖症なんです。从个体习惯拉大到国家群体，观察公共建设怎么样表现防灾意识。好，我们现在在大熊町哦，也就是当时3.11海啸呢冲击最大的地区。目前整个地方呢还是没有人可以住在这里的难以归还的区域。可是我们可以看到，在这个海边还是正在进行这个修筑防波堤。在海啸之前的时候，防波堤原本是6公尺，但现在呢，就算没有人可以回来这里居住，防波堤还是持续的兴建，并且要往更高7到8公尺的这样子的高度来兴建，就是为了一切的防灾准备。难以居住区域堤防仍旧持续打桩，这是日本政府斥资将近1兆日元，在东日本沿岸兴建被称作海上长城，总长约400公里的超高堤防。至高直击居民回归的岩手地区，海岸线被加高堤防包围，显眼的自动防洪闸门不再需要手动关闭，靠卫星自动遥控，人只要专心逃难就好。尽管致灾性的地震、海啸100年一遇，但正因为生于忧患，日本人早已内化，随时有准备，活命率就能高一点。